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，这其实才是今年提升最大，但同时关注度最低的 iPhone。这期节目我们会来解决2个问题。如果你还在16和16 Plus 以及16 Pro 之间犹豫的朋友，那这期节目真的必看。第二，有很多人好奇16 Pro Max 的长焦表现对比 Android 旗舰表现如何。这集我们也会分享 iPhone 16 Pro Max 对比三星 S24 Ultra 以及最新最热腾腾的 Vivo X200 Pro 的长焦实拍表现，让大家参考。iPhone 16，没错，我手上的这台就是你想入手 iPhone 16系列的最低门槛、最便宜的选择。iPhone 16 128GB， 在 PC 界我们俗称盖版。不过事实上，虽然今年没有涨价，但我手上的这一支 iPhone 16依旧要价29900，接近3万的售价，可以说是一点都不盖啊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标准 iPhone 提升最大，或者是说最有诚意的一次了。会说有诚意的原因是，我们对比 iPhone 15满满的挤牙膏 ，iPhone 16这次几乎没有刻意阉割了，像是用上了最新的 A18 处理器，而不是像15直接用上一个世代的 A16 处理器。然后 Camera Control 虽然放在这个位置当成快门是真的不好用，但苹果也没有阉割，16这次也有。等 AI 上的时候，这颗按键应该会有用处一点。然后正面的玻璃也跟 Pro 一样，升级到了第2代的超磁晶盾。然后还有很多人没发现，这次16其实也升级了25瓦的 MagSafe 无线充电，并且在相机上最重要的是，这次16的超广角也加上了微距摄影的功能。很多人说我用不到啊，我的答案是不，你一定用得到。虽然说 iPhone 的超广角画质真的普普，我们看一组夜拍样张就懂了。几乎是从16到16 Pro Max 4支的超广角画质都不太行，即使是 Pro， 我们随便对比 S24 Ultra 就更明显了。但是对日常来说，超广角微距拿来竞拍一些文件还是蛮好用的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是要拍15，那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小花关掉，用主镜头拍还是会好一点。除此之外，包括新的摄影风格以及新的苹果混音功能，这次16也全部都有。看到这边，我觉得去年有买15的人脸色应该是不太好啊。去年买盖版的时候还得说服自己啊，我花比较少的钱，规格弱一圈是应该的。结果16，苹果告诉你我的价格不变，但是升级一次喷出来啊。某种程度上，16的升级点是实实在在的比 Pro 还要多的。但是如果你翻了一圈大家的评价，甚至从销售状况上都非常明确 ，iPhone 16的声量真的是历年来评价和讨论度最低的一次，非常微妙。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总而言之，究竟 iPhone 16系列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以及本频道招牌的数据实测当中表现如何呢？会是历年提升最强无印标准版数字系列，还是很多人说16依旧是 Pro 系列的陪衬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帮你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第一个重点，我们还是先来看萤幕。这3款机器分别是今年加大的 6.3 寸的16 Pro， 以及2款尺寸没变的 6.1 寸 iPhone 16， 以及 6.7 寸的 iPhone 16 Plus， 我们全部都买了。那如何判断一块萤幕的好坏？我们先前就有说过了。2024各家的萤幕表现其实都不差，能够拉出差距的最重要的3个指标就是解析度、亮度以及显色表现。首先来看萤幕能够呈现的细节，相较其解析度，你需要更在意的会是像素密度。单位是 PPI， 叫做 Pixel per Inch。PPI 像素密度的意思是在同样面积的萤幕当中，萤幕有多少像素。用我奶奶也听得懂的方式说 ，PPI 这个数字越大，代表萤幕可以呈现的细节也就越多。那苹果今年无论你买的是16、16 Plus、16 Pro、16 Pro Max， 不管什么尺寸 ，PPI 的数字都一样，都是460 PPI， 细节都是在水准之上的。接着依照惯例帮大家测一款周边。在我手上的就是最近在用的 Taurus O Stand 手机壳，最大特色就是 Taurus 是发明 O 型磁吸支架手机壳的品牌，总共有经典款 O Stand Pro 和全新推出的 O Stand Spin 2款。今年 Spin 新款采用的是全新4象限卡点设计，搭配铝合金材料的支架，只要简单的旋转这个卡点就能稳固摆放，达到360度旋转以及170度的立架角度调整。无论你要横着摆看影片，还是直着摆看短影音 ，O Stand Spin 都能轻松应付。除了支架稳之外，收纳起来也够平整。防摔性上采用缓震侧框，四边角和镜头都有 Sharkmate 专利气囊设计，更通过3公尺的军规防摔测试。对了，它也有沙漠金版本，然后钛色搭配灰色版，
两款搭起来都非常好看，而且不止可有 O-Stand， 居然连 MagSafe 行动电源也可以 stand。这款是 Taurus 的1万毫安时 O-Stand Qi2 MagSafe 行动电源，吸上去就可以磁吸充电。最大特色就是有磁吸立架，就算充电也能自由摆放。除了 MagSafe 之外，也支援15瓦的Qi2无线充电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现在只要透过邦尼观众专属折扣码邦尼16，就可以再享有 Taurus 手机壳95折优惠。资讯我放置顶留言。对了，加码说个2句 ，Taurus 的 O 型支架我用下来是真的蛮简约好用的。他们除了 iPhone， 其实 Android 目前也有三星的 S24 Ultra。虽然这次没有测到，但如果有买过的朋友，可以底下跟我们分享好不好用。那萤幕最重要的第2个指标就是来看亮度。亮度之所以重要，除了越亮显示效果上限越高，并且在太阳下更清晰外，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，目前萤幕亮度的表现与 OLED 萤幕所使用的基材，也就是 OLED 萤幕最核心的材料有高度连接。越新的基材，通常也意味着技术越新，那显示效果、亮度、可视角、PWM 频率等等就有突破的可能。这也是大家在意萤幕亮度指标的另一个原因。说回来，根据官方规格表，今年苹果也是不分 Pro 不 Pro。iPhone 16 4支官方标示的萤幕亮度完全相同，都是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、1600尼特的 HDR 亮度以及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但是在邦尼的频道，哪有在跟你看官方规格表的？肯定要来实测才是最准。经过我们实测，首先在强光全萤幕亮度上 ，iPhone 16 Pro 实际可以达到1116尼特 ，iPhone 16也几乎相同，可以来到1106尼特，而16 Plus 同样可以来到1088尼特的表现。如果是测峰值亮度，也就是1%显示面积下 ，iPhone 16 Pro 就是可以冲到2442尼特，16 2445尼特，而16 Plus 也一样，可以达到2418尼特的表现。所以以这个结果来看，我们高情商来说，今年你买 iPhone 16标准版就可以享有跟 Pro 系列相同的亮度表现。但低情商说，这个1000尼特的全萤幕亮度的确就是常规水准。如果要对比的话，目前市面上10000元就能买得到的三星 A55也已经做到全萤幕1060尼特的水准，所以我才说萤幕亮度绝对是苹果要积极更新的项目啊！从14 Pro 到现在都是1000尼特，真的是太久没提升了。萤幕表现的最后一个指标，我们来看色域色准。我们也再次拿出这一套1万美金的设备和软体详测。首先是 sRGB 色域下，也就是看一般网页照片的时候用的标准。在这个条件下，3款的 sRGB 都可以达到100%的色域覆盖，完全过关。而色准呢，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最重要的数值，叫做 Δe。这个数字越小越好，通常我们会希望萤幕可以达到小于2的表现，代表色准不错。经过我们实测，这3支的 sRGB 色准都会是在小于2的好表现，苹果的色准还是可以相信的，完全没问题。另外要记得，在意色准，请务必关闭原彩，才可以获得最纯正的出厂校正。测完 sRGB， 接着来看专业内容最普遍采用的 P3。经过我们实测，3支都可以轻松达到99%左右的 P3 色域覆盖，色域覆盖没问题。而在色准部分呢，经过我们实测，这3支手机的Δe也全部都可以达到小于2的好表现。所以综合来看，今年你完全不用为了好萤幕上16 Pro 系列，即使是 iPhone 16也拥有目前第一梯队的显示表现。但是，总有个但是，我这边说用不上 Pro， 仅限于你完全没有用过120Hz 的 Android 手机，或是你从来没有用过120Hz 的 Pro 系列 iPhone。只要你用过120Hz，iPhone 16是有明显可见的萤幕残影，基本上是完全不推荐回去用60Hz 的。另外一个点是，很多人说我没打游戏，那感受得出来吗？我们要先厘清，这完全是2件事情。120Hz 在游戏有用，是因为更新率高，可以做到更低的延迟，可以比对手更快一步。而对一般用户来说，120Hz 的好处是画面移动滚动时的流畅性。例如，你从 App 回到桌面，这种系统动画，16 Pro 永远比16更加流畅清晰。而最大的差异是，你在滑文字网页、滑 FB、滑 LINE 讯息的时候，高更新率，即使你滑快一点也还是清晰。但60Hz 你就只能慢慢滑，再快一点就会模糊。所以苹果的做法就是限制你的滑动速度。我们对比 Android 阵营的120Hz，你轻滑一下，它可以高速移动，而 iOS 能够滑动的距离就是比较小。业内的说法叫做滑动阻力，阻力越大，滚动越慢。那60Hz 就不会模糊了。所以说回来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120Hz，虽然你可能会觉得，哇，我花了3万，2024年了，居然买了一支只有60Hz 的 iPhone，但事实上就是
只要你还没有被120赫兹宠坏，那你就不会觉得60赫兹有什么差异，对吧？但如果已经用过，那要回去用60赫兹的确是有难度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，我们就来聊效能，这依旧是今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跑分的理论效能，我们在快速上手的时候就已经有详细的数据对比和解析，大家稍后可以回去看。这边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最关注的游戏实测环节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首先，我们来测原神30分钟，我们一样把环境温度控在26度。今年换上 A18 和 A18 Pro 的16系列，在效能上的确比较在线了，包括16、16 Pro 和16 Plus 三支完全没有受限于体积影响，3台都可以轻松驾驭原神啊。在我们的实测当中，原神60 FPS 模式30分钟最高特效、最高画质，16 Pro 可以达到平均59.3帧，16平均59.2帧，16 Plus 也可以达到59.3帧，三支都可以达到几乎完全胜跑。正反两面的机身温度也都控制在40度上下，基本上无论 Pro 不 Pro， 今年 A18 系列回到该有的水准了。接着我们再来测 loading 也很重的崩铁特效画质全开。16 Pro 明显撞到温控墙，平均只有50.9帧，16其实也差不多，平均51.6帧。所以看到这边可以确定，无论是16还是16 Pro， 基本上最大的敌人还是机身体积，以及苹果并没有加上 VC 帮助散热，所以小尺寸在重度负载下，大概撑个8到10分钟就已经很极限了。而体积更大的16 Plus 如预期会比16来得更好一点，平均52.5帧。不过崩铁对16整个系列来说都还是无法完全驾驭的状态。第4个重点，我们来聊续航。今年我们同样分为影片、录影和游戏3个指标来看。首先是 YouTube 1080p 影片串流1个小时 ，iPhone 16 Pro 耗掉5%，16则是耗掉了7%，表现不错。而16 Plus 消耗了4%。接着是 loading 更重的 4K 60 FPS Dolby Vision 半个小时连续录影 ，iPhone 16 Pro 耗掉了16%，而16耗了12%，16 Plus 消耗12%。另外16和16 Plus 在30度的室温之下也都没有中断录影的状况。最后是崩铁最高画质特效全开半个小时，16 Pro 耗了15%，16也下降了15%，16 Plus 则消耗了13%。整体来说，今年的续航表现也回到合理水准了。日常用的朋友1天1充，电力表现应该不用太担心。但因为电池容量本身不大，所以重度用户依旧是需要搭配行动电源的。第6个重点，我们来看充电。我们先前就有实测 ，iPhone 16系列4支不分型号，最大都可以吃到 PD 45瓦的快充协议。但实际上经过实测，2支小的，包括16和16 Pro 的最高充电瓦数大约落在20到23瓦，而16 Plus 则是最高落在27到30瓦上下。只有在萤幕点亮或是开相机这种有负载较高的情境，才有可能看到破30瓦的峰值瓦数。所以苹果是依照尺寸去区分充电速度，而非 Pro 不 Pro 去做切分的。所以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充电速度表现上，我们这边的实测0到100%的充电测试。先看 iPhone 16 Pro， 经过我们实测，半个小时就能充满48%，1个小时充满79%，最后20%，总共花费1小时49分完成充满。而 iPhone 16这边，半个小时充满50%，1小时充满38%，总共花了1小时49分完全充满，跟 Pro 的表现相同。最后 iPhone 16 Plus 这边，半小时充满49%，1小时充满78%，最后总共也是花了1小时48分完全充满。总而言之，45瓦就是单纯支援协议，但充电速度上基本上没有提升。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，相机。依照惯例，规格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样张跟大家分享。样张的段落我们会分成2 part， 前半部就是基本提供16对比16 Plus 再对比16 Pro 的样张，让大家参考。而第2段我们同场加映，上次很多人还没看够的旗舰长焦对比，趁着这一次出差，带着16 Pro Max 实际挑战 S24 Ultra 和 Vivo X200 Pro 的长焦样张，这边也一次让大家看好看满。
来到最后一个重点，选购建议。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开头的那句话其实真的就道尽一切。这是今年标准版提升最大的一次，但同时苹果还是在关键的120Hz 上依旧砍了一刀。120Hz 每年讨论度之所以高成这样，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萤幕是大家每天最常用的手机硬体，相较起相机，你可以透过数位缩放替代，萤幕是一定会用到，无法选择的主要硬体。再加上滑脸书、滑 IG、滑网页，就是 120Hz 最明显有差异的地方，最终才慢慢让 120Hz 变成过不去的坎。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买标准版显得很不值得，包括也有很多网友分享，手上还拿着13 Pro， 其实16就很够用，但实际去用了之后才发现60Hz 是真的回不去了，所以还是继续撑下去。但说回来，如果你还很幸福，没有被 120Hz 宠坏，那16和16 Plus 的确是今年提升最多的选项，而且今年也是苹果蛮反常的一年啊，除了真正的 Pro 需求，大部分的日常会用到的所有新功能，几乎都没有在16上砍一刀。如果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，苹果原本应该是预期16会是端出诚意的一台标准版，相形之下 Pro 才是升级不大的那一台。结果在各种乱流之下，还有各种新机抢 iPhone 风头，反而16变成众矢之的，应该是历年被骂的最惨的一次。去年15反而还没有这么明显。其实看零售市场是最准确的，事实上16就是一直在降价嘛。最后还是来讲一下明确的选购建议。12 Pro 之后，如果还能撑的，你的确可以再观望。但很明确的是，在更之前的机种，如果机器寿命差不多了，然后对 120Hz 没有芥蒂的话，然后也没有考虑转换阵营，那16依旧是好选择，会有提升感。最后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节目制作不易，那请大家多多支持了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啦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